蓝天空，一切都不同。曾经的那个我，消失无影无踪，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放战。其实和过也很半分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崎岖的方向，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。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如果我是光，狂风野草般的放肆张扬，粉身碎骨，只要你还在我身旁，一切就是最初的模样。李寻到底在哪？还有你是谁？松手！我在那边等你。你小心点啊，他练过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这是我的事儿。那你现在住哪？回来结婚的。你们俩挺合适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朱韵，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和你没关系。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起我。3年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以后和谁在一起，和我没关系。明白吗？李迅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子对我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狠，但我今天才明白，你真的是个混蛋。你想多了，大家都赶时间，
我先走了。李学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大朋友，再见。李轩，刚才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你在里头跟我提过那个？长得挺好看的，就是太凶了。她是不是练过跆拳道啊？你为啥不说话？你是不是怕？好吧。女人呐，靠不住呀。朱月，你这么着急要去哪儿？不是回酒店吗？也不是不行，也就10公里。这样，你穿高跟鞋呢不方便走，我们先叫辆车回酒店。你要是真想走走，换双鞋，我陪你走。好。哟，这女明星挺大气啊！哎呦，dollar，意外惊喜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大朋友。你这臭毛病老改不了，别怪别人另眼看你。把钱包还了。好嘞。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年头还要把钥匙放钱包里的，哎，来。朱月，昨天你见到他的样子，我不可能当做心里面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你心里面还是有他。不是这样的。我没有要和他做比较。你们太不一样了，你比他好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挺混蛋的。3年了，我还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，连他的名字我都不能提，只要一想起来我就难过，所以我就拼了命的学习，找无数的事情不让自己停下来。我以为只要我没有力气了，就没有力气去伤心难过了。可是慢慢的，我发现我不会再不停的流眼泪，也不再整夜的睡不着。但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只是普普通通在过日子罢了。还恨他吗？这房子刚装修的，采光不错吧？啊，行，这房子我们租了，这就租了？签合同吧，新租3个月。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我总得知道我把房子租给什么人了吧？我们是搞计算机的，
程序员。程序员，人家可不是你们这样的。那你觉得我们是干什么的？反正我不能把房子租给不明不白的人。走吧。说谁不明不白？这是什么人呢？这。你要干什么？您不是好奇吗？他是杀人犯，我帮他分的尸。我们俩刚从监狱里出来，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？你都介绍一些什么样的人来啊？啊，乌七八糟，对你说啊，你以后这样的人不要介绍了。第7套了吧？我怎么跟你说的嘞？都他妈一个样。我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也想像正常一样生活，关键你也看见，咱们是坐过牢的人，那就是被社会抛弃的渣渣，没人把咱当人看。你要不听我的，还是跟我出国吧。国外那地方天气又好，没人认识咱，也不用说这窝囊气。你是不是忘不了你前女友？文宁啊，你想走我不留，只要你跟着我，我会让你堂堂正正做个人，自己选吧。扯什么话题呀？给我站着！这附近人杂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啊，别惹事儿。每个月20号交房租，反正卡号你们也都有，记得按时打啊。哎，钥匙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事打我电话。不是，我们拿这么多钱就住这么小的房子？你不想住，可以自己出去租啊。你收拾收拾吧，我出去转转。我一个人收拾。哎，大姨。呢？哎，姐，你一会儿穿哪个？这个吧。啊，那你们先过去。行。谁送来的？你说呢？他人呢？快递给我的。怎么？什么东西不见了吗？哦，一个老物件，早就该丢了。嗯。要走了是吧？东西都办好了，明天就回领养。跟田花家一起啊？哎，也挺好的，就当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。我先去忙了啊，去吧，拜拜。好看吗？好，给你梳一下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大概提点意见。李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一部分还可以再改进一下。我觉得没问题。
是，但人家天不点就打在这里了。点在哪儿？点在哪儿呢？误会了，再说一遍。误会了。说呀。你误会了，真的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，你在烟火那边，是梦的直觉。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世界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，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小梅，那我以后可以自己来了。那颗炙热的烟火，一直是你为我亮着。师哥师姐们还在清点，马上就到我们了，大家再等一下好不好？树苗，你是代理班长，你去催催呀。是呀。咱们刚入校，还是不要给师哥师姐们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。大家再等一下，马上就到我们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也不能不顾我们死活呀，都睡了1小时了。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马上就到我们了。坚持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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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一下。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小心，小心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怎么才
水给我。走走走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水来了，我请大家喝水。没事，慢慢来啊，都有。谁还没有？你没给自己喝吗？你给我机会了吗？行了，不就是矿泉水吗？回头送你一瓶。你们喝我的吧。那你喝什么？我来的时候喝过了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水给我。朱瑞，快走！干嘛？师哥好。你们哪个班的呀？出去等着啊！不是的，师哥，我是看这天太热了，想给师哥师姐们送点水喝。师哥喝水。师姐辛苦了。你们是哪个班的呀？计算机系应用技术一班。你们干嘛去了？班长带我做坏事了。乱讲！哎，老高，男生都齐了吧？别一会儿又出岔子。还差一个。谁啊？不会又是那个李寻吧？除了他，还有谁啊？这李寻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班会没来，宿舍也没去过，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你们都没见过他？没见过。计算机系应用技术一班。我们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按照学号叫名字，叫到名字呢，依次进去领教材，请大家保持绝对安静，能做到吧？能。1号，李寻。没有来吗？李寻在吗？李寻，到。你是李寻？走。这人也太嚣张了吧！说真的，咱们班有这样一个奇葩，不知道是福是祸。你就是个代理班长，你操那么多心。明天班委选举，我这不就代理转正了吗？咱们班估计除了你，都没有人对班长有兴趣。不是兴趣，是一心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光荣使命。学会了。什么？能把官民心窍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只有你了。又是那姐姐在做音乐吧？应该是吧。这姐姐，教材都不领，还得让我给她领回来。都是一个宿舍的，习惯就好了。哎呀，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哦，空调就是我的亲人了。任迪，哎呀，你的教材放这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咱一会儿晚上吃啥呀？随便。随便是什么呀？最难的就是随便。这你也要翻入学手册呀？学霸你歇了吧。大学的乐趣就是在于探索。要不咱们从后门小吃一条街开始？还是吃食堂吧。这手册上说，食堂是大学生活的重要体验。西兰花里脊肉鸡腿，好。这个好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点了份麻辣烫，前面还有20多个人排队呢，一时半会儿吃不上。咱们坐哪儿啊？那儿坐，走，快！我可以发誓，
昨天我真的只是跟哥们玩了一晚上双扣。你干嘛呀？等一下，玩双扣玩了一整晚。走啊！你不信，我把他们全叫来。我信你个鬼！等等我。坐这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俩要走？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俩在吵架，所以啊，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观察生活。你说的都对。哎，喝不喝汤？我去打一碗。麻辣烫有汤。喂，张老师，我不忙，什么事儿？哦，好。同学，这个座位有人了。这个座位是方书苗的。方书苗，咱们班代理班长，你知道吗？好吃吗？还行。你要是要坐这儿，我可以先帮你站着坐。接着吃。不是，你可以坐那儿呀。谁？朱玉，你这吃谁的饭呢？我的饭啊。我刚嫌这太凉了，我把你的饭放那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咱们打了一样的菜，要不你吃我的，或者你要吃其他的，我请客。就接了一个电话的功夫，谁知道你闹这么大祸？你还笑？我没笑。说话算话，这水给你。哎，你慢点，别呛着。你说这人还真够矫情的。这同学之间，我吃你一顿，你吃我一顿，怎么了？大不了我把饭钱还给他。方书苗，坐，快！李学，李学，我高建宏，大家都叫我老高，我也是应急一班的，咱俩住隔壁的，我住205。哎，李学，我们学校的学号是按照入学成绩排的，我是2号，你是1号，我全省第6，你第几啊？啊，李学，聊聊嘛。李学，那个，你慢慢洗，我在外面等你一起回去啊。我等你啊。洗澡。哎，洗够久的。我看你喜欢编程，我也是。我初中的时候就喜欢玩电脑，高中还加入了学校的编程协会。以后咱们2个可以多交流。你好像不太爱说话。现在的编程方式都发展的太快了，像什么 Java、PHP 都有点眼花缭乱的意思。我是觉得一个人能力再强，也很难精通那么多语言。所以我决定成立一个编程兴趣小组，
让大家互相学习、互相交流，取长补短，共同进步。你有兴趣吗？没兴趣。李寻，你就给我们一个向你学习的机会嘛！取长补短才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。我有短吗？ 喂，进医院了，这么严重吗？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到。哎，李学，对了，我一个朋友的爸妈来了，让我在学校南门宾馆帮他开了间房，312。一会儿我让他来找你拿房卡。我哥们儿急性肠胃炎，我得去医院看看他。那个，我卡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记得帮我交给他。高建红，哎。 李璇，给你签。怎么是你？南门312。这是什么？自己看。 这房卡他给你的。李寻这种人竟然会这么主动，可以啊，朱云。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啊？对，得有个态度。上来就约开房，这不耍流氓吗？行了，大家都成年人，至于吗？他还跟你说别的没有？就说了句312。你不会以为新生手册上还会写着所有关于你生活上的事儿吧？ 我在看地图，开学就被男生约，可怎么办？咱们学校外面还真有这家宾馆，暴露了吧？想去是不是？给你，拿走。没关系，这可是你的战利品。就是啊，算上咱年级，不对，算上新生头一份了吧？哎，把你手给我看看。干嘛？右手。 我得看看你这爱情线咋长的呀？照你这个文艺范去，一脑子我出。吴梦清。 你知道我名字啊？江西人。是我老家是吉安市太和县杨林镇白虎沟村的，然后我还有个妹妹。好，我认识你了。我写代码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。那你先忙。那个还有事吗？咱们班朱韵，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 他有句话说：“请你自重。”你怎么也不催催我呀？大姐，你这身衣服嫌不端庄，那身嫌不大方。知道了你是去选班委，不知道还以为你去相亲。这都晚了快10分钟了，我要是因为迟到选不上班长，我前面不都白干了吗？选得上，选得上。方淑苗，选班委都迟到，你是不是不想转正了？对不起，张老师，他午觉睡过头了。赶紧找地方坐吧。嗯。 快坐下！张老师生气了。我们现在来开会。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呢是选班委，但是在选班委之前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名同学，他因病没有参加之前的军训。李寻同学，
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李寻同学。我叫李寻，是今年的高考第一。大家还不知道呢吧？李寻同学是咱们省今年的理科状元。居然是他！咱们全省考生都输给这个杀马特。他选择了咱们这个专业呢，充分说明了咱们这个专业的行业前景一片光明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机会，埋头努力，刻苦学习，争取以后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选班委。方朱苗、方朱苗、黄婷、方书苗，恭喜方书苗同学正式成为我们应用技术一班的班长。请张老师放心，也请同学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，完成系里交给我的任务，服务好同学们。方书苗，把黑板换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选学习委员。如果非要把一个班级的干部群体比喻成《西游记》里的师徒四人组，那班长就相当于唐三藏，学习委员呢就相当于孙悟空，生活委员呢就相当于沙僧。那什么班干部是猪八戒啊？哎，老师让你自我介绍，让你自我介绍。八戒，朱韵，我叫朱韵，高中毕业于临阳一中。要毛遂自荐吗？当然有了，明天不许迟到啊！你们这么严？那必须的，不然扣我学分呢。哎，咱班这个状元跟全国也算得上是独一份吧？反正我是没听说过染了一头金毛的状元，看起来一副不太好相处的样子。多大事儿啊！猪八戒也姓朱，你没吃亏。哎，别看了，再看他就要随风潜入梦里。那也是恶。怎么还差2个人呀？人家昨晚就没回来啊。这才开学几天呀，就这么不守规矩？哎，李寻呢？他怎么也没来？他一大早就起床走了，我以为他来班机了呢。这差5分钟都7点了，人怎么还没来齐啊？以我的了解，李寻的个性是不会来参加早自习的。那怎么行呀？一会儿学生会来点名，早自习缺勤是要被扣班级分的。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没人接呀。怎么连微信也不回啊？很正常啊，我发他很多信息，他从来都没回过。我的他也不回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回了。回什么？关你啥事儿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不错了，好歹还回你了。你还发呀？我觉得他得抢救一下。早自习缺勤要扣班级分，你快来。
关我啥事儿？关我啥事儿？关你啥事儿？关我啥事儿？李寻这两句有点哲学家那意思了。哎，怎么还给我了？不行，来人，手机给我。我没他微信。老高，老高的李寻他也不回呀，我们他都不回。他这人就不大正常。那他到底来不来上早自习啊？我感觉好像有点来不及了。师姐好。大家都到了吧？开始点名啦！希望咱们新生遵守学校的规定，维护班集体荣誉。李寻1号李寻，2号任迪。干嘛呀？抽一个呀！咱们班就这2个早自习钉子户，咱俩一人负责1个，责任到人。我选什么？我又不是班长，我肤毛线走。江湖救急嘛，回头我请你吃阿道烧烤。冲尾斋也行，贵点就贵点。不吃。你不会想吃糖宫吧？你不抽我抽，左手归我。我抽到的是任迪，任迪呢就由我亲自负责，李寻的早自习就交给你了。师姐可说了，以后缺勤的话翻倍扣分，1天扣4分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就不想多接触接触李寻，消除一下误会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就忍心看着我的国奖、我的奖学金、我的保研名额都泡了汤吗？想都别想，我绝对不会再跟这个人说一句话。你天天抱着个电脑敲来敲去，搞得自己跟编程大师一样。万一你是个绣花枕头呢？作业是什么？来了来了。这是病毒吧？我觉得李寻真挺天才的。你到底解不解？既然你技不如人，那就好好写吧。梦的直觉，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世界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指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那颗炙热的烟火，一直是你为我亮着。是梦的直觉，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世界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要站在你身边，只要勇敢一点，我拥有的每个梦不会再输给时间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
时光陪